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上一期节目呢，我们采访了 Facebook 的前 Product Marketing Lead，有10多年 marketing 经验的 Caroline，跟我们讲了关于 marketing 这个职业、这个行业的各种各样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采访她，她要讲更多关于职业发展，比如说如何进入这个行业，成为 marketing 之后你的职业发展路径，以及 marketing 和 PM 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个话题。然后请大家呢记得看到最后，因为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Caroline，你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 recap 一下，重讲一下这个上次我们讲过的 marketing 有哪些职责，以及需要哪些技能？很开心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那 PMM 的工作 recap 一下，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PMM 的工作职责其实是包括不仅有 inbound，而且也有 outbound。那我们给大家大概看一下，说这个 outbound、inbound 是和 PM 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传统的 pragmatic marketing 的这样的一个 overall 的职责分布来看，如果你在中间画一条线，其实左边很多时候，如果你的产品经理像 Joe 这么厉害的，左边他基本上自己一个人就全部都能 cover， 但是右边大部分来讲是我们 product marketing 要全雷打，我们要全部做到。在有一些公司 product marketing 也会做左下角的这些工作。就你觉得这个对吗？我觉得没错。好，当我们重新看过我们的这个职责之后呢，就我们来讨论一下 product marketing 它的这个职责的主要的技能以及它的入职的这个路径，好，对不对？这个是同学们都很关心的问题。到底 PMM 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技能？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机会做 PMM 呢？一对，定有，一定有，因为那个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我自己其实是在本科的时候是念英文的，但是说实话，念大学的时候我也一半算是学霸，一半算是学渣。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英文八级是全年级第一名，但是我很不喜欢英文写作。结果现在做 product marketing 之后，发现英文写作是立身之本。所以作为一个不爱写作的学渣，这个是很痛苦的。好，那回过来讲，那为什么之后我还是可以做 product marketing 然后其实做的也还蛮开心呢？就是我们想一想，把 product marketing 的职能分成3块。其实我觉得同学们有兴趣，有这个怎么讲，有这个毅力的话，你会发现 product marketing 是可以拆解开来，是可以做到的。第一个就是你在个人的层面，这些是一些比较 basic 的一些技能。其实这个技能你仔细看一看，我把它放在一个 PM 上，可能也说得过去，对不对？对，那这个第一点就是说，说白了就是你要愿意做一个对某一个 subject 非常有兴趣，并且要把它钻研吃透的一个人。然后呢，你能把这个产品它怎么做，做什么，能够和大家去分享。再一个和别的 marketing 不太一样，就是你要有对数字的敏感 （data analytics）。但是它和 PM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你的 interpersonal 以及 leadership。为什么呢？你的 interpersonal 里面，你要不但要去看，其实90%可能跟 PM 也差不多，对不对？你要会 run meetings，你要能把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 program 给它放在一起来去 drive forward。但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是管 go to market program management。那有一个可能和 PM 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个 public speaking。PM 可能要做 public speaking， 而且很多人像 Joe 都是很棒的 public speaker， 但是 PM 不是大部分人都一定需要，可是 PMM 呢，你一定需要很棒的 public speaking skills。如果没有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也是可以学。最右边有一点和 PM 可能有点像，也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你要不只是看你自己的产品，你要能够从 leadership 的角度，你要能知道说你这个行业，因为你对客户有这么深厚的了解，你对这个行业你要有一个 point of view， 英文说叫就是 point of view， 不只是说我们要做这个产品，因为 PM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 Joe 你赞不赞同哈 ，PM 很多时候要管产品的 day to day，他在做这个 long term planning 的时候也有，
但是他会 appreciate 有另一个同事和他一起在看这个 market 的走向。确实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 PMM 和这最后一点 leadership skills 是 PMM 和其他的 marketing 又不太一样的地方。其他的 marketing， 比如你是一个 digital marketing 的人，你做的就是怎么发广告，其实你不一定需要看那么远，你只需要说，在我投放广告的时候，我的数字我怎么样去优化。所以这个最后一点就是你和其他 marketing 的不同。我看这个东西啊，我觉得50%-60%跟 PM 还比较像的，就是特别是这两个角色 PM、Marketing Manager 和PM 这个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需要有一个跨职能的领导力，就 cross-functional leadership。只不过说大家 cross-functional 的这个 function 不太一样，像我们更多的是跟产品研发相关的这些职能的这个跨部门的领导，比如说产品、工程、设计、运营这个支持等等。而这个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更多的是说把产品推向市场这方面的这个跨职能的这样一个影响，对吧？除了有销售、有市场，可能有网页、有这个服务，还有甚至有的时候有外部的人，比如说 agency， 对吧？有些外部的服务商等等之类的，但是都是一个跨部门的一个影响力，但是呢，就是影响的圈儿不一样。对对对，很对。而且呢，这个很有趣，你提到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同学提一下，就是说，在不同的公司，PMM 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在可能 YouTube，包括 Facebook，包括 Google，PMM 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往上，我叫 upstream 的这个影响力，就是如果比如我跟 Joe，我们两个，你是我的 PM，我是你的 PMM，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合作的地方。那你会有兴趣，而且愿意看说 PMM 你们从市场上，比如销售啊，比如 care 啊，比如 competitor 那边啊，比如你的重点客户的访谈呐、能不能整合一些 trends themes，我想要参考来影响我的产品的 roadmap。这个影响力呢，一般来讲，我们要去 negotiate，我们要去吃很多饭，然后才能影响到 PM。但是下流叫 downstream 呢，就像你说的，就没错，就是下游的同事很多是往我们来看，然后说，像接果子有没有点像？那产品什么时候会上市啊？有什么新的 feature 啊？他们是真的愿意，他们是100% 想要来听我们讲。但是我们要往上游呢，我们是要有一个非常 strong 的 point of view，才能 earn the seat at the table。OK，那我们刚才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产品市场经理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做什么以及需要什么技能。那假设现在我们是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我听你讲觉得有兴趣，我如何进入这个行业呢？需要什么学位呢？什么样的工作经验或什么样的渠道呢？没错。给大家看一下，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作为一个你作为一个这个 PMM，你的背景一般是什么？我自己呢，因为招聘 PMM 也蛮多时间，蛮多年了，尤其是我们在不同的公司招聘，还真的有不太一样的门槛。那后来我的分析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一点很有趣，就是 PMM 的背景啊，真的是五湖四海都有。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比较常见的 jobs， 比如说可能你以前本来是 product marketing， 但是 associate， 或者是你以前做叫 solution marketing，还有一些本人自己以前是产品经理，也想换来做 PMM，但是还有几个可能大家想不到的 customer account manager， 或者是 business strategy，或者是像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咨询业，对吧 ？consulting。对。还有一点我忘记在这里写出来，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产品本身的这个数据分析员 （data analyst）。我们在 Facebook 也有看到很多从 data analyst 转成做 PMM， 然后也做得很成功。这个里面有什么共同的特性呢？就是你不管是做哪一行，大家记得我们刚刚有讲 skills， 这些 skills 其实80%你做科技公司差不多什么工作都用得上，对吧？这是一点。所以你先做好你的这个自己的硬技能，然后和人合作的方法。同时你要 anchor， 你要有一个 anchor。
比如 Product Marketing Associate， 可能你的 anchor 就是我已经在做这个工作。其他的部门呢，比如 Strategy Consulting， 他们的 anchor 就是我对数字的敏感力，我对大局的掌控能力。那 Product Manager、Customer Account Manager 呢，他的一个重点就是我对这个 domain 很熟，比如 Customer Account Manager， 我对客户很熟，客户有什么 pain， 客户有什么产品使用上的问题，所以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记住几点。第一点是，基本上所有的 business 的背景，包括甚至我有见过本身是 engineer 的，也有，这个相对没有那么快。但是如果你本来就是在做 business 的 function， 你要转过来相对是容易一些。另一个呢，你要找到你的 anchor points， 你的技能哪些是最有 valuable 的。然后呢，第三点大家记住，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公司不会被 value， 但是在另一个公司会被 value， 这是要看你和 team 现有的 skills 的一些互补性。有没有大学毕业生就能毕业进入到这个赛道上呢？不一定说是他已经是马上就很高级别了，但他进入到这个赛道上了。我觉得有希望，看也是就是这个我们行业有讲嘛，就是说 hiring 是比较 random 的，其实有时候很难说。但是你说刚刚毕业就去找 PMM 的多不多？其实的确会少一些。因为我们 Product Marketing Associate 这个是不是针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位？这个是一个 good question。Product Marketing Associate 不是每个公司都有，有些公司如果有，这个公司首先它会比较大，它才有这么多 Product Marketing 的职位 open 出来。但它如果是 Product Marketing Associate 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招人的时候，我们在 Facebook 招人，如果我们有 IC 有从差不多3一直到8这么多级别哈。如果他是 IC3、IC3，他的 title 其实就是 Product Marketing Associate。但是我们会不会只招一个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人来做呢？我觉得概率会比较小。你可以 however， 如果你已经在那个公司有 intern 过，而且呢，你就是人头比较熟，或者是你对这个产品本身已经有一定的那你可以争取让 team 把你招进去。但是具体来说，是不是每个公司都愿意有这么 junior 的位置呢？相对是少一些。我稍微分享一下 Google 的情况，但是可能不代表所有的公司的情况啊，因为我也觉得大学一毕业就去做 PMM 的情况是比较少的。Google 呢是有一个项目，就是一个轮岗项目叫 APMM Associate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这个跟那个 APM 有点像，但是针对着是 Product Marketing 这个职位，每年招的人也不是很多，也算是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职位吧。可能虽然说是大学毕业生，但都是藏龙卧虎的人吧。我觉得在那个职位里面，其他的 PM 可能大部分都是要么在其他的职位、其他公司然后转过来的，或者是 MBA 毕业已经有工作经验的情况比较多一点。对，真没错。我想起来，在 Apple 前一阵有个同学和我分享 ，Apple 现在也有一个叫 PMM Rotational Program。所以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和 Apple 的同学吃饭，了解一下，因为他们是明确讲说，我不在乎你有没有 PMM 的背景，然后你会在这个 program 里面每一个产品去 rotate 8个月，rotate 3次之后，你在公司内部再来决定你要去做什么产品。明白了。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这点了，讲到 PMM 如何进入到 PMM 了，那你可以讲讲看 PMM 的职业路径吗？这个问题很棒，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PMM 呢。其实我们刚刚有分享你的这个3个个人职能，但是你要看一下你从0到3岁、5到10岁以及更大，你基本上是哪些职能的不同呢？在你初期的时候，刚刚开始做 PMM 的时候，其实你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商务写作呀、会议管理呀，你是不是能学习很快？就是你能成为你这个产品的 subject matter expert， 这是最重要的。当你在这个方面都已经做得很棒了，那这个时候也给大家建议就是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 project。这个 project 其实是 PMM 成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筹码。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你要 identify 什么 project 对公司是有 value 的。那之后你再往上走，就是你可以变成管理其他 PMM 的领导，就5到10岁左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重点是你要能够去做公众演讲啊，去发现系统性的问题，
并且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分配任务。到5到10岁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管理团队了吗？还是还不能管理团队？对，其实你就可以管理团队。管理团队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够去带领别的 PMM，因为 PMM 现在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市场上面，包括大学里面，对于 PMM 这个行业的培训其实是没有很多系统性的培训。所以当你能够有这个能力去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且能够培训其他的 PMM，并且能够了解说怎么样和 PM 以及其他同事合作，你就有机会能够带领 PMM。所以这个职位是不是就叫做Product Marketing Director 呢？还是 Product Marketing Lead，或者是什么 Group Product Marketing？对对对，这些 title 都有，比如 LinkedIn 啊、Facebook 啊，我当时拿 Facebook 的 job 的时候还推掉了 LinkedIn 给我的同时也给我一个 job，那他们的 title 就是不一样的。LinkedIn 叫 Group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Facebook 叫 Global Product Marketing Lead。那他们这个其实算，如果我们把它拆分一下，这个在其他公司基本上就是 Director 或者是 Senior Director，对吧？因为我自己本来在去 Facebook 以前已经是 Senior Director， 那你带的人呢？因为 PMM 的缘故，我们并不是像 Ange 那样子有很多人，所以一般你带的人3到5个左右，在这个 level。那你再往上走是 Director 的话，一般是带12或者更多的人。明白。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在研究这个公司招聘的时候，不能够只看 title， 不能只看名字的，因为每家公司名字的定义不太一样。可能这家公司的 Group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就等于另外一家公司 Director。对对，很大的区别。比如我自己的 title 在 Bright Edge 是 Senior Director of Product Marketing，但是因为我们公司不是很大，我其实只带了2-3个人。当我去了 Facebook， 我的 title 叫 Group Product Marketing Lead，但是我带的是5个人。是的，是的。另外一个朋友以前在 Visa 是 Director， 后来到 Google 变成了 Senior Manager， 但其实他带的人变大了，他的这个管的事情也变多了，只是这个 title 可能 Visa 跟 Google 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方法。对，真没错。我在 Visa 的时候也是 Director， 我下面是 0 person， 但是我管很多 agencies。很好，很好。既然你说到这个话题了，虽然这也是我临时想到的，这个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跟 Agency 是什么关系啊？怎么合作？对，这个是一个 good question。Product Marketing 和 Agency 呢，它是这样子，我们看公司大小。如果这个公司比较小，那可能很多时候你在做，因为我们不是做 Go to Market 嘛，做 Go to Market 的时候，你是要有很多的这个营销的材料来 support， 对吧？我先那个打断一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 Go to Market？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观众可能不一定完全知道。Good question。Go to Market 呢，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说，我们上一集有讲说，你有一个产品在手上，其实基本上你就是那个领养父母，对不对？就你现在手上有个产品了，这个产品你要把它故事讲出去，然后不但能把故事讲出去，而且这个故事讲到后来呢，是能变成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实质性的收入的增长。在我们这个英文说叫 commercialization， 对吧？这个整个过程都叫 go to market。 Go to Market 中文怎么说这个词？这是一个 good question， 应该可能叫做产品，是不是产品的推广和发布？有道理。对，就是不但我要把它推出去，而且呢，我要能让所有应该知道这个产品的人都知道。那好，那在这个产品上市的这样过程中，要跟哪些的外部的这个供应商 agency 合作呢？哪几种呢？大部分来讲，你需要合作的 agency 呢，包括有帮你去讲故事的人，比如说digital agency 这个 creative writing，写那种让人很能记住，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那种。对不起，你讲。就是文案嘛，我们叫说。对对对，文案。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你要和这个所谓叫 paid media agency。因为其实发布广告在现在这个科技发展，感谢像 Joe 这样的同学这么努力的做这么多的广告的这个技术产品，你是需要有 agency 和你合作的，否则一个人是做不完的。那以前做广告产品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因为我们产品做的太复杂了，
所以客户自己很难投放，他们只好找一个 agency 帮他来投放。为拉动全国的 GDP 做出了实质的贡献。那后来我在那边就做了一个就是简化的 AdWords 的产品，现在叫 Smart Campaign， 就变得很好用了，所以就不需要那么多的 agency 来帮忙。当然了，这个 agency 作用还是很大。接着说。对，真没错。广告产品其实客户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作为 marketing 来讲，有很多产品都是给 marketer 做的产品，越来越复杂，所以一定要和 agency 合作。第三个呢是说，你合作的 agency 还有包括做那个视频，大家可能知道，对，因为视频真的不是说随便什么人自己在家捣鼓捣鼓就能捣鼓出来，所以这是三大主要的 agency。那有一些公司它不一定有自己的 staff， 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agency， 比如网站，它甚至可能都是让 agency 帮他管。对的，那个市场研究也会有 agency 吗？帮你做一些？也会有，对，真没错。还有就是这个市场研究，因为你要去发问卷呐，然后去分析啊。但是如果公司够大，比如像我们 Facebook 的话，我们在 product marketing 来讲，我们基本上不怎么需要 agencies，尤其是 product marketing 这个职能，其他的职能还是有。你看，我现在又临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 Facebook 是典型的这种，就是它 marketing 有2个方向，一个是对用户的，还有一个是对企业的，对吧？就因为有人要用 Facebook， 还有人要在 Facebook 上投放广告，那这2种的这个 marketing 有什么区别吗？哎，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棒。我们自己行业术语这个 B2C、B2B， 对吧？那对于企业 To B 这一块呢，它的需要你做的营销的方案，以及你做的营销的文案和营销的这个整体的设计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级的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的方式不一样。并不是说我出去看见这个口香糖不错，放在售货架上我就买了，对吧？那需要很多人。就是可以讲下怎么对企业做营销吗？就具体。对于企业做营销呢，其实它是要了解说，企业是有一个叫 buying committee，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所以你要对这所有的人都要有了解，你要对这所有的人呢都要有具体不同的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做的比较好的企业级的营销，可以举个例子说是像 Salesforce，大家知道 Salesforce 是卖的非常好，它的方法就是它不但告诉最高层的这个 CMO 以及这个sales 的 leader， 而且它告诉具体的每一个不同层面的人为什么要用。那现在新的发展来讲 B2B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叫 inbound marketing，这个是 HubSpot 专门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很重要，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不像以前我们做消费者广告，我电视上一发，乐事新的薯片或者可乐有一个新的口味，大家一定会去看。所以这个变成有点像一个吸铁石的感觉，就是你要 inbound marketing， 就是我要在所有我觉得相关我能去发东西的地方，发一些有价值的资料，然后吸引大家过来到我的网站。然后让他们去是不是什么 sign up 一些什么 newsletter 之类的事情？是不是这个事儿咱们是不是都干过？好像经常见到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原来这个就是这种方式，挺有道理的。好的，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呢也差不多了，那我们还会有一期跟这个 Caroline 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今天我稍微再简单 recap 一下，那今天我们主要讲了 PMM 有怎么样的一个职责和他需要的技能。很重要的呢，我们讲了如何进入这个行业，还有这个 PMM 和 PM 中间这个分割线在什么地方以及这个 PMM 的职业发展的路径等等的这样一些比较这个详细的问题。下一期呢，我想请 Caroline 跟我们讲一下，具体的，比如说简历，比如说面试，比如说这种跟职业发展非常紧密相关的，可能更细节一点的一些事情。那如果你对做 PMM 感兴趣，或者你想去参加 PMM 的面试的话，我觉得下期节目会对你很有帮助，很有帮助。那喜欢我们节目的同学，请记得帮我们转评赞。如果在 YouTube 上这个订阅之后，再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然后呢，也欢迎在这个B 站的同学呢给我们点赞和投币，如果能够3连，那就更好了。
还有最后有个重要的信息，那么我们最近开设了我们的观众微信群，那大家可以看屏幕上面有一个二维码，那么大家如果加了这个二维码呢，这个同学呢他就会拉你入群。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